两个国家联手要搞乱中国周边，为了日本一个举动，竟帮中国拉了个帮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邱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想要搞乱中国周边，俄军接连两个举动，或帮中国解了围。眼下的亚太局势可以用极不稳定来形容。随着美日两国的不断挑衅，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目前来看，美日两国的挑衅动作，一个体现在外交层面，另一个则体现在军事层面。可以说，继佩洛西串台之后，美国非但不知悔改，反而有接连默许美国的官员串台，其实就是想一招拼到底，要继续制造串台的恶劣影响，引来更多西方激进政客的效仿。而日本则是想借此机会趁机实现军事野心，于是叫嚣着要部署1000枚导弹，强化对地区攻击能力。只是日本这么做，无异于把我国沿海地区纳入其导弹打击范围之内，可谓是抱有极其险恶的用心，也是极为疯狂的挑衅。在我看来，美日两国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就是要联手搞乱我国的周边，要遏制我国的发展，从而让我国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。毕竟一旦如此，美国就可以趁机实现自己大国竞争战略目标，而日本也可以实现其军事扩张的野心。只是没想到，在局势敏感之际，日本方面一个举动，竟帮我们拉来了一个帮手。近日，岸田文雄为了继续跟随拜登，彰显出日本对美国的忠心，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日本将继续与 G7 国家合作，实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援。毫无疑问，岸田文雄在此时的一番表态，就是铁了心要和俄罗斯较量一番。于是，在这一背景下，俄罗斯海军出动14艘的舰艇，穿过北海道与萨哈林之间的宗谷海峡，最后驶进了日本海。据悉，俄海军这次在日本海周边活动的14艘舰艇，分别有驱逐舰、护卫舰、大型导弹舰以及补给舰和医疗舰，可谓是一个舰艇编队都拉过来了。然而，不光是海上有所行动，就在日本表示要继续制裁俄罗斯的当天，俄国防部随时对外表示，俄空天军2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苏30 SM 的护卫下，在日本海的上空完成了巡逻任务。值得一提，面对俄罗斯轰炸机飞向日本海亮剑，日本方面居然没有反应，既没有喊话俄军离开，也没派出战机伴飞，反倒是韩国方面替日本解了围，在俄军轰炸机执行任务期间，派了一架 F-16战机来伴飞。在我看来，日本前脚宣布要继续对俄制裁，俄军后脚就亮剑，不仅拉出一支海军编队来，还派出了轰炸机。这一切显然不是巧合，而是俄罗斯对日本发出的警告。然而在此时此刻，俄军这接连两个举动大有帮我国解围的意思。毕竟美国正试图联合盟友搞乱我国的周边，其不仅放任日本实现军事野心，还想把一些西方盟友的势力拉到亚太来。这不，法国和德国两国相继向亚太地区加大了军力部署，就是最好的体现。毫无疑问，一旦等美国完成了这样的部署，势必就会加大对我们的围堵力度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从现在起，我们就应该不给美日任何的机会，在中国周边不许任何国家撒野。中国不是叙利亚，敢来就敢打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